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这篇原文：教你炒股票七，给赚了指数亏了钱的一些忠告。2006年11月16号，这篇文章我在禅师的这个新浪博客上找不到原文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删掉了。但是好在，呃，对缠论的话，有很多广大的爱好者，他们做了备份，对吧？那我们找到这份备份，就是在知乎上一位师兄或者说是师姐他的备份。我们今天借用一下他的这个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这个第7课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禅师的这个108课呀，他在文中举了很多例子，也就是说他实际的例子、实际的股票。有的一些课程里面它有做插图，但是非常少，对吧？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禅师的第7课里面举的这几个具体的例子，因为如果说你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再结合这个图形的话，那么对禅师或者禅论的这个理论理解起来可能更容易一些。一张图可能顶过一个千言万语。我们来看一下，我找到的这位师兄做的这个插图，非常好的一个插图。我这个地址也有，然后版权也是这位师兄或者师姐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做一下说明，因为我比较懒嘛，这个有这个图形的话可以直接拿来用。我们看一下这个宝钢股份，这是禅师举的一个例子。那么这是禅师在文章里面说的话，然后这是这个宝钢的一个应该是日线的一个图形，对吧？那么这是在2006年10月23号。这篇文章发表在2006年11月16号，然后这是2006年10月23号，就是禅师说的这个启动点，对吧？我们来看一下禅师在这个文章里面都说了什么。特别那些年线，所谓年线在这里面就是250天线，250天线，禅师用的是250。一般在欧美国家的这些分析师用的什么呢？用的是200天，他们用的是200天均线，其实都差不多，这个区别并不大，所以说就看你个人的习惯。你可以用200天作为你的年线，也可以用200天，都可以。特别是那些年线走平后向上出现拐点的股票，对吧？这个前期也是年线，这里是走平了，然后开始慢慢往上抬高，一定要看好了。至于还在年线下的股票，先别看了，等他们上年线再说。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用于选股票的一个方法。你可以用一些工具帮助你选股票，设置一个年线，然后看它现在的价格是在年线之下还在年线之上。如果说还在年线下面的，你就先等一等，对吧？等它开始启动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在牛市中最简单可靠的找所谓牛股的办法。禅师给了一个在牛市中找牛股的一个办法。举一个例子，去看看宝钢突破年线后缩量回调，10月23号就是这个位置，对吧？10月23号回调到4.2，应该是前面那个，在这个十字线这位类似一个十字星的这个 K 线这里回调4.2元，当时年线就在4.17，对吧？4.17是下面这个均线，也就是这个年线，它回调最低点在4.2，然后放量启动。今天10月16号已经6块多了，对吧？那么50%就是这么完成了。6块多的话，应该在这个附近，从这个位置快速就拉升到，从4块多拉升到6块多，50%。本 ID 一般只看大盘股票，小盘股没法进去，但散户可以看小盘股，原则是一样的。不过小盘股可要留意，一般大盘股启动的片线比较少，小盘股可不一定，这都要自己去好好去揣摩。那么这是禅师在用均线250天做举例子。其实啊，因为在禅师的这个108课里面，他是从第17课开始，这是第7课，但是从第17课开始，才有跟
中枢相关的这些内容。在17课之前，他举的例子或者说的这些东西，更多的是用这个均线来作为一个辅助分析的。因为在17课之后才开始真正的讲他，跟他自己相关的这些缠论的相关内容。17课之前，虽然说17课之前没有用缠论，但是它的中心思想其实还是缠论，只不过就是用的这个这个辅助的，比如说这里用的是均线，没用中枢。但是如果以我们当下的这个理解来看一下这个图形，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里面有个中枢啊。从这个是起涨点的话，一笔上，一笔下，一笔上，一笔下，在日线上完美了做了一个中枢啊，这就是中枢的一个二买呀，或者说这是中枢的一个启动点。这是二买，二买，前面这是一买，对吧？这没按照我们以中枢的这个知识来分析的话，没什么这个特殊的，也或者说没什么新奇的。但是如果说你在没有学中枢理论之前的话，那你用这个均线也可以。但是学了中枢之后，可能这个第二次回撤的时候，又有一个年线在这里，在它之上，在它之下，可能更容易把握一些。所以说，利用了我们现在学会的中枢，那这个所谓的这个二买，或者说叫结构买点，所谓的结构买点就是构成中枢之后的这个买点叫结构买点，那么就是走离开段嘛，对吧？也就是模型里面的小 B 段，这是这个小 A 段。那么这个模型里面的小 B 段走出去之后非常牛，50%，但是呢没有背驰，你会发现这个离开段没有跟进入段背驰，然后又给了一个三买，在日线上又给了一个三买点，这个股票还是非常牛的，然后直接又干到9块多，所以说走了一个1、2、3段，对吧？以我们现在这个对缠论的了解的话，分析这种图形都很简单，但是在当下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把握住，能不能够在这个位置进得去，对吧？所以这就是结合禅师的这个文章，再结合这个当时他举例子这个图形，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到禅师的这个理论。这是其中一个那个他提到的这个例子宝钢。我们再看下一个北辰实业，这是他提到的这个北辰实业。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读一下禅师说的这个内容。但是这几个月还是有点烦，就是整天给一大叔骚扰。最近让他在3元多吸纳北辰实业，4块不到就跑了，本来的简直对他彻底失望。如果跟盘技术不行，有一种方式是最简单的，就是盯着所有放量突破上市首日最高价的新股。这是他这个北辰实业在当时的时候，06年的时候还是一个新股上市，对吧？那么他当时说让他的朋友在3元多开始吃这个北辰实业，也就是它的这个最低价是3.12，上市的当天的最低点在3.12，那么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区间之内，在这个区间之内，他告诉他的朋友开始吸纳这个北辰实业，然后在这个06年10月9号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变化，放量突破上市首日最高点，上市首日的最高点在这里，然后这个16年10月9号的时候，这个量能，你看下面这个量能，这个柱子是开始伸长的，前面只有放量当天的时候放的量非常大，然后之后的话一直是一个量非常小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10月9号开始出现一个放量突破，放量还要结合突破，对吧？只有突破大量的突破，当天就是上市当天最高点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所以这也是一个不是用缠论的这么一个方法。如果说，因为在美股里面也有很多新股嘛，对吧？新股上市之后，你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然后去用量能来辅助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带量的突破当时上市当天最高价的这种股票，那么呢后期涨势，你看它从这是3点多涨到了9块多，翻了3倍，对吧？所以说，然后在后面又做中枢，然后又起来。相当于一个进入段，然后做一个中枢又离开，用我们缠论这个带中枢的这个方法分析就简单起来了。但是你能不能够在最有利的位置，能不能够进得去，你就不会去这个追涨在这些位置，对吧？这个位置也不用，它也不会在这个前面这个盘整状态，就是更小周期有一个盘整中枢的时候，那么
那么这个因为盘整的时候是比较浪费时间的，对吧？那么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没有能发现，但是能够在一出现变化的时候就进去的话，你所处的位置是最有利的，不耽误任何的这个时间，对吧？买进去了，然后就开始大涨，所以说这种是对你的心理上，或对你的持有这个股票的这个都非常有利，因为你买了就赚钱，你可能会稍微能拿得住一点。很多人买不住，就是因为买了，哎呦，它开始回调，你这个位置买进去了，但是它不往上走，它开始，我们可能在这里一直很纠结的回调，你可能拿不住了，哎，觉得很闹心，你一卖，啪，它就上去，对吧？所以说，买了就涨，对每一个人或对持有这个股票的人的心理压力是非常小的。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第7课教你炒股票的第7课，我们借用了这位师兄或师姐的2个截图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7课。所以说，不是你如果说不会缠论的话也没有关系，有很多其他辅助的这个技术分析方法来帮助你能够从这个图形中找到很好的这个出击的位置。这就是第7课。那我们今天就简单分析一下这个2个实例。然后来看一下下周要有很重要的一些经济数据要出来了。周一，这是4月29号，周二。周二的话有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然后还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就是市场中开放的这些这个就业数据。还有周三 ADP 数据也是小非农，还有 GDP，PCE，还有原油。然后周四，这个制造业的指数。然后周五更重要的就是非农数据了，周五要出非农数据。下周不单单是有这么多的重要的经济数据，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大公司的财报，它叠加了大公司的财报，那么就显得这个对这个盘面的影响就更大了。下周4月29号，PMO 的话是盘前，AMC 的话是盘后，对吧？那盘前的话，可口可乐，这是 GM，这个 PayPal，这个辉瑞，Spotify，对吧？很多。然后盘后的话，我们主要看一下盘后，Snapchat，星巴克，SMCI，这个 E 的话是大约，不一定就是只是一个估算。然后还有 Visa，然后周三，Meta，微软，高通，全都在周三，所以周三的这个重量级是比较大的。周四，盘前的话有这个艾丽莉莉，这个减肥药的，Mastercard 麦当劳，Moderna Airbnb 这是都开始盘后了。然后亚马逊、苹果、Block 就是之前的那个 Square，就是以前就是 Twitter 的那个这个 founder Jack Dorsey 的这个现在的公司。然后还有 Coinbase，然后还有这个 Strategy，这 MSTR 就是跟这个比特币相关度非常高的那个。然后还有这个，然后周五的话是有一些原油的公司的，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在周三微软，还有 Meta，然后周四亚马逊、苹果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他们的财报叠加了这个，因为周四是这个我们刚才看的是什么？是这个周四的话相对还好，那么周三是有这个 ADP、GDP，周五的话是非农，所以周三是相对重要一点，因为它叠加了一些经济数据，然后周五的话是有这个非农数据，对吧？这就是下周公司出的这个财报比较多，而且是重量级的都是，那么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下一周。那么下一周的话也是到周四的话，就是5月1号了，也就是说下周4月份只有3个交易日，那么4月份就结束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图形。那么4月份先看一下月线上，如果说4月份只有3个交易日就结束的话，那么就看一下这个4月这个 K 线收成什么样。现在这个整体来讲还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下影线是非常非常长的一根下影线，对吧？如果说最后3天这个交易日的话，能把这个收到这个本月开盘的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本月开盘的价格，本月开盘价在5597.53，也就是这个 opening。如果说能收到5600的话，如果说这个4月底能收在5600的话，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十字星的一根 K 线，也就是下影线非常长，
然后 K 线实体非常小，收成那么一个十字星的 K 线，那么是一个对多头来讲是相对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就看它5月份能不能够这个再接再厉往上冲一冲，对吧？看能不能够在月线上再次把这个月的大的顶分型给干掉，然后再次突破这个高点，在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呀。不是说出现顶分型之后就一定要回撤一笔的，市场怎么走都是对的。它可以先选择再次突破6147之后，也就是说3491这个上涨延续，然后再开始出现一个真正的这个回撤一笔都可以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灵活一点。那么现在既然市场选择了一个大幅反弹，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周线上。那么周线上，我在过去的这一周做解盘的时候已经说过多次，周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周的底分型，然后在4月7号这一周的话，我们当时是看到过有一根非常重要的均线，对吧？禅师那里面也举了很多例子，里面都用了均线，我在这里也用，有的时候也经常用均线，但是我这个均线主要就是120和200，120的话是半年线，200的话就是年线，对吧？我用的就是用200天作为这个年线，那个禅师那里就是用250天。都可以，就是一个个人习惯。那么我之前说过，这个4月7号这一周，就这根 K 线，4月7号，它这个回撤刚好踩到了120周均线上，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线上。那前面这里都是踩到过一个120周，然后这里的话也是跌破过，但是又在这里尝试又拉回来了，对吧？然后之后又上去了，所以120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根均线。你看前面这里。也是浅浅的跌破了，又拉回去了。这里是尝试跌破过这个位置，看这个时间点，2020年疫情的时候，对吧？疫情的时候这段的下跌其实跟疫情的时候非常像，也是跌的特别急。你看它这个是跌了有1、2、3、4、5个月吧，5周，跌了5周，1个月多一点，跌了5周，速度特别快。然后直接就这个杀破了120周和200周均线，然后后来是美联储出手，在这个位置美联储开始出手了，说whatever it takes，whatever it takes， 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要救市，开始大量印钱，然后出现了慢慢开始爬升回来了，对吧？这全是美联储印钱给这个硬拉上来的。所以说也是非常牛的，跌得非常快。当时2020年那一波下跌，大家应该跟，如果说你经历过的话，跟最近这1个月特别像，就是特别又急又快的往下杀，市场的恐慌度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再看现在这个，也是，它从这个最高点6147跌到现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1、2、3、4、5、6、7。整个红的话是跌了7周，跌了7周啊，所以说比当时那个跟2022年就是非常类似的一个下跌。那么我们这次是守在了120周均线这里，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周的底分型，对吧？我之前说过，这个出现周的底分型之后，只要4835能守得住的话，我这里就要生长出一笔来，就周线上我要生长出一笔。现在周线上只有3根 K 线。对吧？经过包含处理的话，只有2根。我们看一下裸 K， 经过包含处理只有2根 K 线，所以想要生长出一个周线上的一笔，最少要有5根 K 线，就是经过包含处理之后，要最少有5根，才完美的这个满足定义。如果说它其中有1根，如果说是这种状态的话，也可以，就是说第3根 K 线。跟前面这根 K 线有包含关系，这就是禅师说的新笔，老笔的话是不能够有任何的包含关系的，这就是2种笔都对，都可以。这个后面这个新笔这种模式是禅师后来说的，是在他文章某一课的文章回复网友提问的时候说的，这是新笔。前面这种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是老笔。你用哪个都可以，但是你就用一个的话，就一直用一种，不要2种不要混在一块儿用。那么这就是在周线上，所以说周线上现在这3根 K 线我们要看一下。如果说出现一笔之后，我们要关注这一笔能不能够碰到前面这个5773。为什么关注这里呢？因为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如果说反弹一笔构成了一笔反弹，但是呢不能够碰到
5773，然后可能出现一个回落的话，那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位置。二脉是根据哪个比较呢？是前面这个6147。如果说是一脉的话，那这个反弹到这个位置回不去，就是二脉。那么三脉的话，就是这个中枢，一个类中枢，对吧？你反弹回去了，不能够进入中枢，就是一个三脉。那么出现三脉之后，那就会往下走。所以说这个5773就是一个关注的重点。你也可以从最高点6147测一个黄金分割的位置。现在是非常好的，已经突破到0.5了，看看再能不能往上冲一冲到5646，也就是0.618。但是到了5646的话，还是没有碰到5773，那我们就要关注是不是这个大反弹是不是就这个结束了？那是不是要往下蹲一笔？那么周线上再蹲一笔的话，那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是这个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就蹲2次，蹲一次不行，然后再反弹一次，再蹲一次，这不就形成中枢了吗？对吧？前面这里不就有中枢了吗？看看是不是从这里就要往下快速要跌破前面这个4385，还是说反弹一次，然后直接就快速下杀也可以，就看他怎么选，对吧？至于怎么选的话，我们这个后期跟踪就好了。那么在我们用完全分类分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先要生长出一笔来，然后还有一种最强的就是再次突破6147也可以，这个也是这个完全分类的其中的一种可能。但是你想走这种强势的状态，你肯定要先突破0.618呀，对吧？0.618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的一个点位，只有有力度的突破0.618才能够走一个微转。如果说只是到了0.618，然后又不能够很有力度往上走，可以稍微的突破一点，可以稍微的在这个0.618之上，但是你去看它的这个内部的结构，对吧？如果说内部结构走上来的时候，不能够是非常有力度的以这种浪形模式往上冲的时候，那就到了这个位置可能就差不多结束了。如果说是以一种这个带中枢的，可能带2个中枢的冲到了0.618，那基本上周线上这一笔上涨就结束了，对吧？我们可以利用区间套来辅助判断。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它的次级别，也就是这3周的一个结构。然后再辅助的结合前面这个6147下来，它是一个3段，1、2、3段。当时这个跌到第3段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背驰的。我们看一下当下的时候那个位置，对吧？它当时等比例是在5144，也就是这根 K 线直接杀破了5144。那么当下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进的，因为它没有背驰啊。然后等到了这是4月7号这一天。4月7号，也就是大反转日，4月7号直接一个低开，然后开始回拉，然后它回拉之后，想尝试回到5144之后，但是第2天又被砸下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裸 K， 这是4月7号周一，然后4月8号周二，对吧？就是周二这天又被砸回到这个等比例之下。4月7号是尝试反弹，然后4月8号，也就是大反转日，4月9号。4月8号是又下来了。4月9号那天就是特朗普发推文说，要跟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要暂停90天，对吧？只收一个基本的10%的一个关税。所以说，也就是4月9号这天，最搞笑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特朗普发推文之前，这个4月8号有一个这个假消息也好，或者说推文上有这个消息泄露也好，已经说了。这个特朗普有这个政府要这个暂停90天，造成了市场是一个大幅上冲，然后又回落的一个状态，对吧？但是4月9号，然后这个真正的消息出来了，所以说呀，你不能说这些小道消息那个，就是说任何的政府也好，或者说集团也好，这个内部消息都有可能走漏的，对吧？现在回看的话，肯定是消息走漏了，有人提前知道这个消息了，然后发出来了。那么但是我们这个小散户的话，你这个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高深的层次，你是只能根据市场消息来这个应对的，对吧？市场当天虽然说往上冲了一下，但是肯定让很多人都很受伤，因为当天4月8号这个快速拉升啊，是一个我看能不能够看到当时那个小周期的，我们看一下当天这个，就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些 K 线是4月8号那天。
它拉升的特别快。如果说你一旦反应不过来，你还在那个空头思维里面，或者说你在大仓位做空的话，这是很受伤的，直接就把你的仓位给你干爆，对吧？因为它在短期之内，我们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空间，应该是涨了7%左右。我们从最低点，也就是不从最低点，从这根 K 线大阳线开始算一下，9%，对吧？这就是1、2、3、4，4个小时拉了9%，指数啊，这是标普指数，标普指数涨9%，这是非常非常吓人的。如果说你是去玩期货呀，或者玩这个期指，ES，这9%，如果说你做空，如果说你的这个止损不够，没有设好止损，或者说你是手动止损的话，你很容易把你的仓位给你干爆的，这是非常凶狠的。那么其实，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学会缠论之后，其实这个并不新鲜。为什么当时我是这么说呢？因为在4月7号的时候，我们已经分析过，它是一个1、2、3、4、5啊，它是一个五浪，1、2、3、4、5。我当时在4月7号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这只是一个，因为3没背驰，这个4的话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然后这个5的时候可以跌破前面的4835。因为是一个1、2、3、4、5嘛，对吧？跌破它的话就是第5浪，不跌破它的话就是二买。这个在4月7号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分析过了，所以说对我们学过缠论的人呢，这个二买是怎么说都要尝试做它的，就不奇怪。后面一个大幅上升对我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对吧？因为它就是要这里要生成一个中枢啊。无论这个，如果说这段它能够不背驰的话，那就更牛了。但是我们用当下的现在这个马后炮也好，或者复盘的状态，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价格能不能够出得来，看一下这个5481，然后比较一下这3段。当时它是突破了等比例，等比例在5342，所以说，而且在收盘之前又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的这个仓位比较重的话，那你这个位置在收盘之前肯定要减一点的，因为指数涨了9%，个股都20%-30%的一个涨幅，你已经那么大的盈利，在这个地方做的二买，收盘之前肯定要减一点，可能全卖掉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是因为当时的消息满天飞呀，在这段时间是消息满天飞的，整个全出来就做短线的话也是比较正常的，全出来也有可能，但是肯定是要减仓的，不论怎么样都要减仓的。但是第二天又是一个低开，然后往下走，基本上如果说你没有获利出局的话，这段又被闷里面了，对吧？但是之后的话，我们就知道比较清楚了。我们看一下它之后的一个走势。那么在日线上，现在是已经完美的出现了上涨一笔了，从4835生长到现在，刚刚过去的周五的最高点5528，这个已经是生成一笔了。那么而且这些 K 线在周线上就是那个周线的底纹型，对吧？我们现在就看它能不能够给3段，3段的话就构成周线上那一笔。所以说，如果说这里再有回落的话，一定要去做它的二买，因为现在这个位置也碰到了前面这个5504的，对吧？现在如果说有回落的话，一定要去做它的二买。当然了，如果说快速拉掉这个砸掉4835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背驰，这样的话就有中枢、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就好比较了。因为它现在这个 MACD 已经是上来了，MACD 已经上到已经离这个最低点很高了。如果说这个位置再次快速跌破4835的话，就很容易出现背驰，就相当于双背驰，相当于这个 MACD 的快慢线比前面的最低点的高，但是价格的话是比前面的低，然后这个柱子的面积可能也比这个下来这段的这个高，对吧？所以就会出现明显的背驰，那也是给到我们很好的这个机会进场做多的。如果说真的要跌破4835的话，那么如果说有回落不能够跌破4835，就是日线上的一个大二买。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黄金分割，假设这个5528就是最高点的话，就是这个短期的最高点，那么看它是不是能够回落到这些潜在的这些支撑位置，对吧？到了这些位置还是要做多二买，看它能不能够给到第3段，这就是说3段日线的3段构成周线上的一笔，周线上一笔结束之后，我们看这里是不是要给一个周线的大二卖，就是我们刚才在周线上做的那个分析，不能够再次突破前面的
6147的话就是一个周线大二脉，然后周线的大二脉出现之后，那它这里还是要这个直接再次跌破前面的低点，还是说在这里做周中枢都可以，对吧？之后我们再跟踪。所以现在就是当然现在还没有生长结束，现在这个4535到5528生长还没有结束，我们看一下这一堆 K 线的这个内部，看一下它现在的1小时上。那么现在它的结构已经相对是比较清晰了，因为在之前没有出现这个5528这个最高点之前，因为缠论有一个多异性，之所以可以用多异性，我在周五的直播中已经说过，之所以这段可以用多异性来分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结构没有完成的，在一个没有完成的图形的时候，你是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划分的，你是可以画中枢，对吧？也是可以三段画。这是一段，然后这个就是1、2、3嘛，然后这里也是可以，或者画到新的低点，然后再这样画也可以。所以说，在没有结束的一段图形的时候，你可以利用缠论的多异性，然后利用你已经知道的这些 K 线，来画出更适合你交易的这么一个图形来。那么现在这个结构已经很清晰了，这是进入段，然后2次回落，这次回落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这笔的回落是不够笔的，5481到5115，就这根 K 线呢，就这4根 K 线，虽然说幅度很大，但是它并不够，它不能够满足缠论的笔的定义，因为缠论首先要满足时间，对吧？你首先要有5根，就是这个满足这个时间，但是它只有4根，空间虽然很大，但是并不满足时间，时间是我们首先要保证的。它这里是有一个跳空缺口，当然，这禅师在有一篇文章里面是回答过一个网友的提问的。网友提问的问题就是缺口能不能够当做 K 线来用？禅师的明确的回答就是 K 线，这个缺口是不能够当 K 线来用的。所以说这个位置是只有4根 K 线，它是不满足笔的回撤的。那么因为这根 K 线的原因，造成了只有到了5101这个位置的时候才满足一笔的回落。中间的这些都是它小周期的一个反弹，你只能当做它1小时以下周期的一个反弹，对吧？如果说你要严格画笔的话，是5481画到5101才可以。那么从5101又开始上涨，然后还有一个回落，给了一个1小时的一个300，然后出现300之后再次拉升。那么从5101这个起涨点现在有了3段了。那么在周五分析的时候，我们也比较过这3段。它现在是冲上了0.382，看它下周，因为下周还有3天的交易日，能不能够再往上冲一冲？等比例在5724，对吧？然后这个0.618在哪儿呢？也就是5600附近，所以说5600是这个相对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点位，又是整数位，又是0.618附近的一个价格，看看下周几天能不能够冲到，起码冲到5600附近吧。冲到5600附近，如果说力度开始衰竭的话，我们说一下它后期的，如果说冲到5600上不去了，那就要回来。回来的话，我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这个小300这个位置。如果说不能够跌破小300，那这里就会构成一个第2个中枢，这是一个 A 中枢，在这里构成 B 中枢。但是因为这个高低点可能有接触，你就会生成一个升级之后的一个中枢，扩张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够继续往上选，还是说往下掉头走也可以。掉头走就是，哎，这里先回来了，然后一个反弹。这里不是有一个第二个中枢了吗？那么这个反弹就关键了。这个反弹如果说不能够再次突破这个5528，或者说是它这里能够涨到5600，对吧？涨到5600也可以，然后一个回落，然后碰到了这个小高点，这里就会形成一个第2个中枢。这个中枢这个再反弹这一笔就非常关键。如果这笔反弹不能够突破，假设是5600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就是一个1小时的一个二脉。这个二脉就关键了，为什么说它关键呢？如果说这里要快速下杀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的话，那就要走反向了，意味着从5600就要断开了。那么5600左侧是一个盘整上，一个这个进入段，一个中枢，还有一个300，然后离开到5600结束了。然后560右侧是起跌点，这个先是一笔回落，在这里构成一个中枢。
或者说就是一笔回落，在这里可能要尝试一下，然后反弹这个反弹点是非常关键的。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要是一个快速下杀走离开的话，也就是3跟1不被持的话，这3段不被持的话，那就是直接走离开，对吧？可能走一个5段之后才可能结束。那么这样的话，以这种方式构成什么呢？构成日线上的一笔回落，这就是基本上一笔上一笔下。那这个位置又变成了周线上那个大二买。我刚才说那个周线上有回落的话，做二买，这个位置要尝试做它，对吧？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结构。关键点就是在这个2反弹这个位置，就这个反弹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力度不行的话，那可能是一个快速下杀，这是一个快速下杀。还有一种就是上到了5600，然后回来了，哎，也碰到了，但是呢，我这个反弹也反弹了，也给二卖了，但是回落的时候是一个慢的，非常没有力度的回来。然后这里还能够出现一个盘整背驰的话，那就是在这里做中枢震荡，也可以，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对好做一点，有背驰的时候可以再去买一买。这样的话，你就是以这个中枢为这个中心做中枢震荡，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减仓，中枢下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加一加。不是任何位置都要卖都要买，是它的这个衰竭点。怎么能够找到那个衰竭点呢？在1小时上你是很难抓得到的，你需要利用区间套去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有的时候要看次级别，不一定。那么更简单的方法，我跟大家说过，也不是一个方便的一个法门，但是呢，精确度不高。但是如果说你不愿意每一个周期都要看次级别，觉得很麻烦的话，就是在这个图形上，在这个周期上，你看它是不是有超过3根 K 线的一个并排？这里有超过一堆，说明它的次级别上有2个小中枢了。这也是为什么这段涨得那么的稍微偏弱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次级别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可能周一再打一个高点，这个上涨就结束了，因为它次级别已经相对饱满了呀。有2个中枢的，就不管你什么级别，就是股票上，在股票上，不管你是什么周期的图形，只要有2个中枢，一段上涨，它次级别有2个中枢，那大概率就结束。这是禅师利用他的推导，利用他的经验给到我们的一个经验。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做外汇的或者做这个期货的，那有可能它的这个延续性好一些，可能有3个中枢、4个中枢的也有，尤其在外汇这个标的上，有很多3、4个中枢的也非常常见。这种中枢越多的，说明它的这个延续性越好。一般在股票上，2个中枢的都比较正常，都比较多，3个中枢的都很少见了，3个中枢的都很少见。所以说，利用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你也可以这个帮助你辅助的看一下这个是不是要结束了。如果说你不想每个周期都看到最小周期的话，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标普。然后我们今天就只分析标普和这个 VIX，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这周做直播的时候分析的股票已经非常多了，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 VIX。VIX 的话现在非常好，已经到了24.84，对吧？已经压到30以下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如果说能够继续往下，你看它这个 MACD 张口张得很大，然后向下的这个冲的也比较猛。如果说能够压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这个中枢的上沿是在22。如果说能够压到这里面来的话，可能要踩到这个200天和120天了。所以说，这个目前这个 VIX 还没有得到很大的支撑。如果说继续往下走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里面，踩到这个120天和200天这里，对吧？看它踩上之后能不能够再弹一次，那就也就是所谓的二卖，然后再回来，对吧？那么它如果说继续往下延续下跌的话，意味着股票那边可能能延续继续往上再冲一冲，对吧？就是我们利用这个 VIX 辅助来看指数那边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上延续。还有一种就是它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嘛。如果说这个回落是不能够回到中枢里面来，然后又能够得到这个出现一个底分型的话，那么就是会出现这个日线的一个3买了，对吧？那么也可以啊，任何一种选择都可以。那么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你要注意是不是直接出现一个3买再弹一次，然后再下来也可以，那就是2种方式了。至于怎么选，还是要看这个最终的市场的一个选择。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来辅助判断一下。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